好，来准备哦，富士山。哦，我们要烧了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之字形的往上走。前面就是九合目了，我们要保持移动，因为有点飘逸。这趟攀上3776公尺的挑战，我们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次的特派员 Danny。我平时热爱旅游，也喜欢挑战新事物。这次跟着东南旅游，我们要来挑战日本百山之最富士山。富士山是日本的最高峰，也是世界闻名的象征之一。许多人每年都慕名前来挑战这座只有7到9月才开放的火山，而其中最受欢迎的登山路线之一就是吉田路线，也是我们本趟旅程所选择的路线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去爬富士山吧。影片最后我将分享这次实际攀登的心得以及一些实用的装备推荐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日本山岛交代完注意事项和装备检查之后，就准备出发喽。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五合目。富士山从山脚的一合目到山顶的10合目，一共分为10个阶段，而主要的登山路线都是从5合目开始。出发大约20分钟后会来到这个岔口，要往右边走，然后坡度会开始变陡一点。现在这一段变得陡陡的，有点陡，走路都要小步一点，才不会太喘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第一个洗手间旁边稍作休息。我们现在休息完呢，准备出发，因为下午了，所以这个整个天空开始雾起来了，希望不要下雨。哇，现在云有点散了，看到上面，但是好像有点远啊，一直这样之字形的往上走。现在没下雨，天气也不算差，还有露出一点太阳，天气也凉凉的，还算好走。像我们准备要到第一个花小屋，然后这个地形有点变，然后我们的刚刚日本导游在跟我们说，用戴手套爬，或者是用缩短的登山杖爬都可以。左边这位呢是今年76岁的爷爷，竟然也来爬富士山了，真的是很佩服。哇 ！Okay, good job. This here is 花小屋。我们来到了7合目的花小屋，也是出发后第一间可以补给的山屋。哇，走，我们去阳光的地方。有阳光，有阳光。哇，好棒！我们拿了第一个烙印。爬富士山呢，这个金刚杖肯定是要买的。我买的这支短的1000日元，烙印一次300至1000元不等。洗手间200块，哦，200块，我也想上一下，投一下。然后现在就卡掉。花小屋过后就开始有这个比较陡、需要攀爬的路，大家也在前进中。这个走2步又到这个7合目，然后看起来还可以烧印，还有卖好多明信片。我们到这个在7合目的莲岩馆，然后看到这个啊，代表我们要来烧印了。谢谢你，可以看的。谢谢。哦，我们要烧了，看一下，会烫吗？哎，有温度，有温度。一路上的山屋都会像这样看到有很多东西可以买，真的是很令人心动。但是我都在骑了，所以就没有买。现在富士一馆，好，我们今天要到蓬莱馆。Go！ 带着好心情，跟着山岛的脚步顺顺的走，不知不觉就走超过一半了。哇！这边每个山屋都可以爆买一波哎！下次来什么都不要带了，没有啦。
休息完出发。向导说上面这段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。1个小时，出发。我们现在在七和木往八和木的路上，在路上都是这种比较大颗陡峭的岩石，要手脚并用。快到了，我们等一下上去就可以休息了。现在在七和木到八和木中间，哇，云散了。后面这个是山中湖，要不要入镜？来，夕阳的余晖站。好，我们家去往上，到我们住宿的地方。Go！ 哇，我们现在在八和木的太子馆，比较高，3100公尺。现在是5点多，快6点，夕阳时间。哇，这个余晖。OK, Team Taiwan, let's move. 但是我们要赶快去下一个点了，就是下一个点才是我们的住宿的地方，因为天要黑了。哇，快到了！我们的山屋就在这上面。晚餐来了，床来了，床来了。耶！八和木蓬莱馆。到了，耶！要脱鞋了，旅馆到了。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在晚上7点左右抵达了住宿的山屋，然后跟大家宣导完山屋注意事项之后，就赶紧去吃晚餐，准备休息了。开饭了。今天的晚餐是咖喱饭配汉堡肉套餐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实际上也很好吃，而且能在高山上吃到热腾腾的食物，是再幸福不过的。然后桌子下方会放着明天的早餐，一边享用着晚餐，一边听着山导说明明早攻顶的注意事项。我们今天住的是蓬莱馆，八和木的蓬莱馆。然后我们一进来大厅会看到，哇，明亮。然后这个是吃饭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要去看玉来光，凌晨就要熄灯了，所以等一下整理完就要赶快睡觉去。跟我说，是我们睡的地方，是这个上面。大家都在整理自己的东西。这个是我的位置，这个是洗手间。洗手间在这，女厕、男厕，上一次是200元。如果有住宿的话，只要筹第1次就可以了，之后都可以自由使用。提醒大家，高山上水资源珍贵，如果需要刷牙、洗脸的话，需要自己带水或是湿纸巾哦。现在时间晚上8点40分，要来睡觉了，大家晚安。起床了，整装好了，整理好了，再来吃个早餐。早餐有吃完早了，睡了2个多小时就起床了，还是有点累呀。不过没关系，赶紧吃完早餐，准备攻顶富士山。因为半夜天色很暗，很容易分不清楚谁是谁，所以跟着这个蓝色的灯就是我们的队伍 ，Go Go！夜色笼罩山间，耳边只有呼吸和脚步相伴，而带头和压尾的领队向导，让这段艰苦的路多了几分安心。
去行。OK。对。哎，对。现在在这个玉来光馆做最后的整装。飘起一点小雨，大家都换上雨装，继续前进。希望，好像有点渺茫，但没关系，我们都到了，就继续往前走吧。Go go！ 下雨了，哇，下雨了，变难了。那你就刚刚跟我们说，前面就是九合目了，那我们要保持移动，因为有点飘雨，气温加上风吹，不太能停留。是九合目鸟居，我们在这个天黑黑又下雨的情况下经过它，耶！加油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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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，let's move。我们从八合目玉来光馆这样走上来到这边，大石地过完，现在要走这个最后一段，就要手脚并用的路段，这边蛮斜的。然后我们走完这段上去，可以到看玉来光的地方，继续走，加油加油！ 由于我们到九须至神社时，飘着雨，人也非常的多。那经过一番抉择，三岛决定先带我们去剑峰，那想休息的就留在神社等。我们到神社其实就是十合目了。接下来这段路要走的是波旬，也就是绕火山口一圈，同时也能经过富士山最高峰剑峰。这是我们往剑峰的路上，我们就是顶这个小风雨，然后雾雾的、黑黑的前进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样子应该是看不到了，但还是录一下。然后跟领队一起压后，然后他们在后面剑锋。没想到这个雨一下直接到天亮，导致登顶时虽然视线被云雾遮挡，无法看到远方的景色，但也增添了不同的氛围。看看我们伙伴即使身在雨中也不畏前行，这样的精神令人敬佩。终于辛苦登上传说中的日本最高峰，这一刻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人生必做心态上又顺利的划掉一项。剑锋。来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攻顶成功。再绕这个火山口一圈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层下去。哇，虽然雾雾的，但还是看得出来。富士山顶，这里是富士山最高的神社，这边除了有烙印之外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服务，就是寄明信片。那因为现在人有点多，又下着雨，就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拍完照，接着回程。走吧。我们从剑锋回来，到这边已经回到刚刚这个地方。我们刚刚在这个后面吃热食休息完了，现在准备下山回去了。然后太阳现在才出来，哇，太阳出来了！看一下这边，刚刚天还没亮，我们绕火山口一圈是逆时针的方向，也就是从画面的右边开始，然后先抵达了剑峰。剑锋就在那里，这个富士山最高的地方，3776公尺。接着会到最高神社，再来就回到现在的九须至神社。吉田路线有专门的下山路径，比上山的路线更直接、更宽敞。路况以火山碎石和火山灰为主的路，我们通常叫它无限之字形下山地狱，很吃腿部的肌力。
不过走在云海上的感觉才是下山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。约莫5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顺利下山啦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听山友们的分享。顶顶富士山被解除一个成就，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也算是我的第一座高山吧。这次是第一次，真的是人生第一次，完全没有经验。有就是在我们的郊山，就是尽量要多练习自己的腿力。平常有在爬山的习惯。有，我先去爬了大屯山的步道。没有，平常就是退休以后都是在山上活动，带着一颗快乐的心情。有人带路，还可以帮你打点行程，我觉得光这些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爬这种山一定要跟团，定山屋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山上的状况很难预测。如果说是团体的话，会有比较多的噪音。觉得跟团比较好，出门在外还是需要有人帮我们打点所有的东西，心理上也比较踏实。虽然说是蛮辛苦的，但是我觉得是真的蛮好玩的。就单纯爬山，其实也不会觉得太无聊。沿路的风景其实真的是不错。其实蛮辛苦的，就是睡眠的时间很短，但是那个景色也非常的美。当然爬山本来就很辛苦，就过程中很辛苦，爬完以后在山上那种感觉到能够爬上来了，那一瞬间很快乐。我觉得没有看到月光那倒其次啦，爬山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随缘，尤其是登山的时候，大家能够这样守望相助，然后一起完成目标，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事情，而且是人生非常好的经验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日本富士山到底值不值得爬？我的答案是绝对值得，是人生必做清单之一。像我只有在台湾爬过山，来爬富士山就觉得哇，好棒！一路上都有山屋可以补给，也有干净的厕所可以使用，还有象征性的金刚杖可以烧印。最后登顶完更可以跟日本官方申请攻顶证书。不过千万不要小看富士山，一定要做好充足的行前体能训练再来。接下来是我觉得一定要带的3个装备。第一个，风雨衣，每个人都应该准备一件好的风雨衣，绝对带你上天堂。因为我这趟下来看到不少的人下雨还是穿着轻便雨衣爬山，里面肯定都湿透了。以爬高山来说，这样是很高风险的。第二个是2支登山杖，下山时登山杖能够有效分担腿部20至30% 的负担。我这次只带了1支登山杖，深深觉得下次一定要带2支，下山才不会走得太辛苦。第3个是头灯，无论会不会夜爬都一定要带，最好是可以准备2颗，第2颗当做备用。我这次备用的那1颗就刚好有借给只带1颗头灯，然后又刚好没电的山友。摸黑爬山是非常危险的。以上3样装备是我这趟观察下来最推荐的3样装备给大家。OK， 那这次富士山攻顶之旅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你也对爬富士山有兴趣，下方说明栏有更详细的资讯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欢迎分享、按赞出去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